那么很多人可能想问，时间旅行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？从理论上来说，时间旅行是存在的，并且有可能实现，但只能穿越到未来而非过去。但为何如此说呢？黑洞是宇宙中最可怕的一种天体，它是大质量恒星死亡末期后的产物。当一颗大质量恒星在进入到死亡末期时，会因为燃料的枯竭而无法释放出能量。此时，整个恒星的引力将会被打破，发生超新星爆发，而核心物质则会不断地坍缩成一个无限致密高温的起点，进而形成可怕的黑洞。黑洞的引力极为强大，可以吞噬周围任何物质，甚至连光都无法逃出它的引力魔爪。因此，我们也无法直接看到黑洞，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发现它，比如观测到某些天体围绕一个看不见的引力源运动，或者它在吞噬物质时所产生的吸积盘，才能发现它的踪迹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黑洞作为一个几乎只进不出的天体，它在吞噬如此多的物质后，这些物质到底去哪儿了呢？由于黑洞的引力强到不可思议，当黑洞在吞噬周围物质时，这些物质将会被它的引力撕裂成微小的粒子，然后这些粒子会不断地向黑洞中心坠落，最终一切都会落入黑洞中径的起点之中。随着吞噬的物质越来越多，黑洞的质量也会不断增大，这也会使得史瓦西半径风加。而至于黑洞的起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，目前科学界还无法给出答案，因为现有的物理定律都会在起点处失效，只知道该起点的体积无限小，曲率无限高，其密度无限。你是否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回到过去，或者前往到未来，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？比如在科幻电影《回到未来》中就有这样的场景，男主通过博士发明的时间机器，随意的在过去和未来穿梭。那么很多人可能想问，时间旅行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？从理论上来说，时间旅行是存在的，并且有可能实现，但只能穿越到未来而非过去。但为何如此说呢？其实早在20世纪之前，人们一直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两个独立的观念，空间就是空间，而时间在任何环境中的流逝速度也都是一样，也就是时间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就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。然而直到20世纪后，统治几百年的牛顿绝对时空观却被一个人打破了，这个人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时间和空间并非是独立存在的，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并具有相对性。其中有个公式为时间膨胀公式，说的就是速度与时间的关系。时间膨胀效应指出，当一个物体的速度越快，时间就会越慢。假如我们以接近光速飞行1年，然后再返回地球，那么所带来的时间膨胀效应，从理论上来讲，就是前往到了未来，因为不同参考系的时间已经发生了改变。除了狭义相对论中速度可以带来时间膨胀效应，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，引力同样可以带来时间膨胀效应。广义相对论中认为，引力其实是时空弯曲的几何效应，其固体质量越大，
造成的弯曲曲率就越强，并且引力越大，时间流逝速度也会变慢。看过《星际穿越》的朋友都知道，男主库珀和女主布兰德为了寻找宜居家园，降落到米勒星球之后，由于米勒星球在强引力场的卡冈图亚黑洞附近，其时间流逝速度相当缓慢，仅1个小时就是地球上的7年。而他们仅仅在米勒星球上待了3个多小时，空间站的黑人小哥就过去了23年。这正是因为时间在强引力场中产生的膨胀效应，使得他们相当于穿越到了未来。在现实中，我们日常所用到的卫星定位导航便是证实了时间膨胀效应的正确性。如果不通过时间膨胀公式加以修正，就无法准确的定位。因此，穿越到未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。以上我们说的是穿越到未来，那么穿越到过去可行吗？穿越到过去，其实在理论上并不可行，因为时间的流逝方向是单向的，而决定时间箭头方向的是热力学第2定律。根据热力学第2定律表明，在一个孤立系统内，熵无法自发的减少，熵只会从有序走到无序状态。比如我们将一个完整的杯子打碎，而它是不可能自发的恢复到原来状态的，因为熵增是必然性，这意味着时间不可逆。并且穿越到过去还会引发时间悖论，比如著名的祖父悖论，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穿越到过去，然后通过一些办法杀死他的祖父，那么这意味着没了祖父，也就意味着没有他父亲，那么没有他父亲，也就没有他。那他又是如何穿越到过去杀死他的祖父呢？很明显，这会陷入时间悖论之中，因此回到过去是不可行的。在我们的太阳系内，一共有8颗行星，其中最辣的便是木星。木星作为一颗气态巨行星，其主要成分是81%的氢和18%的氦，剩下的则由少量的甲烷、水蒸气、氨气组成。木星不仅体积非常巨大，质量也非常的惊人，质量大约是其他7大行星质量总和的 2.5 倍。假如将木星和我们的地球对比，318个地球才能抵得上一个木星，而体积更是可以装下1320个地球。木星除了体积质量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之外，它还是8大行星中自转最快的，自转1周只需要9小时50分，相当于地球自转速度的 2.5 倍左右。在如此高速自转下，使得木星的外观呈现扁球体。如果你能够站在木星的表面，可以发现这里极其可怕，到处都是稠密活跃的云系，云系就像波浪一样在不停地翻腾着，受自转速度的影响，其最大风速可达130至150米每秒，使得云层不断地伴有超级闪电和雷暴的发生，而且还不断地形成可怕的风暴气旋。在木星上的最大风暴气旋被命名为木星大红斑。木星大红斑左右长度达到了25000千米，上下跨度约12000千米，大约每6天就可以逆时针旋转一圈。早在1665年，英国天文学家罗伯特·虎克就发现了它的存在，也就是说，如今大红斑至少存在了350多年。不过根据以往的观测发现，
目前大红斑正在逐渐缩小，最大时候估计可以装下3个地球。虽然如今比之前较小，但依然可以装得下1.5个地球。